拥有了大法师套装，但是还未拥有邪恶精髓，所以我准备再召唤一只凋零，再来杀一次雕，让我看看这只凋零到底是怎么个事儿。那么喜欢龙之冒险的兄弟们，咱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。今天使用的主要武器以及打法跟上次杀雕是一模一样，扔出旋转剑，我们一边后退一边打凋零。这只凋零拥有2个属性，一个是暴震，一个是亵渎。简单交手5秒钟，我就感觉有点大事不妙，只因我已经扔出了10几把旋转剑了，这凋零的血量一点都没掉啊！打开背包，拿出咱们的神瑶，实在不行喝下神瑶试一下。谁曾想，喝下神瑶的我力量好像也没有暴涨，旋转剑对凋零的伤害仍然不是很大。难道说这次凋零带的2个属性能免疫我的旋转剑的伤害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最起码现在我打凋零真的是一滴血都不掉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不得不再换一种战略。之前制作了一把龙骨弓，这时候是不是该派上用场了？我去，这凋零成精了吗？刚才我的龙骨弓虽然没有蓄力满，但是我也是射了出去啊！2把远程武器都未伤凋零分毫。当时的我确实是有点不知道该咋办了啊！但是你还得是使用弓啊，你不使用弓你怎么打？可是这次就不一样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应该确实是蓄力的问题。这次再一射，凋零明显受到伤害，再加上它有暴震这个属性，只要一打我就向后退。凭我现在的能力吧，抵抗暴震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就这样，我利用凋零的暴震与凋零拉开距离，然后在距离凋零不远处展开远程攻击。一段时间后，凭借我非凡的剑术，直接把凋零打出第2形态。可是此时呢，我也有一个危机正在存在。当时我说实话，满眼都是凋零啊，只顾着战斗，并没有考虑我装备的耐久。再加上我的4件装备呢，几乎都附魔了消失诅咒的属性。首先第1件爆掉的装备就是我的鞋子，紧接着就是我的大裤衩子，少了2件装备的防御，显然我就不行了，立马我就败下阵来。凋零的血量已经快没了，咱也不能放弃呀！回来之后硬着头皮继续干吧。在这里咱就说兄弟们啊，使用龙骨剑击败凋零的话，真的是会掉好多邪恶精髓，而且还有2个心之容器。你使用幻灵剑打的话，它是1个都不掉啊。得到了邪恶精髓呢，咱也不废话了，损失了2件装备呢，我也给它补了回来。大约用了半个小时搞经验再附魔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深暗之源的 BOSS 吞举者。看到我拿地狱眼，你们可能会纳闷，为啥要在这里摆个阵啊？因为挑战他之前呢，有粉丝告诉我，这个 BOSS 呢好像是个未完成形态，而且呢血量特别高。如果你不采用这种方法的话，你可能打不过他。那既然有好方法，我们为什么不用呢，兄弟们？方法就是在下界的基岩层上建造一个5×5的空间，切记不能用石头，除了石头用什么方块都可以。建好之后，拿出我们的一块，再拿出邪恶精髓，又建一块，就会召唤吞举者。第一次呢，我不太明白啊，召唤的有点少。其实呢，一次可以召唤5、6只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在内部呢相互打架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坐享渔翁之利。大概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如果你手速快的话，你也可以点它个10只、20只，当然都不成问题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奖励一领，那简直就是美滋滋。那么现在我再合成一把全新武器，那就是吸星者之斧。简单看一下这把武器的威力，主要作用呢就是增加斩首概率，而且这把武器的攻击力呢本身也不低。再简单给它搞个附魔吧，攻击伤害呢直接干到15。属性这一块呢也得简单给它刷一下，直接给它刷出一个传奇属性。紧接着镜头一转，我们来到平顶山。来到平顶山，我本想是寻找一下废弃矿井，然后得到那个大地之心，用大地之心再来合成一个神器。这个神器呢就是粉丝推荐的倒转之气，挑战 BOSS 的时候可以给我增加300%的伤害。谁曾想我这刚来就遇到了一条飞龙，本来是想给它简单周旋一下然后拿下它，谁曾想这个火龙呢比冰龙还要猛。倒不是我打不过吧，只是我觉得多少有点浪费时间呀。一个小传送，咱们直接来到平顶山旁边的这个大建筑。大地之心反正是要靠探索得到的嘛，我就想着看看在这里能不能得到。谁曾想一番探索下来，除了铁和黄金根本就没有啥收获。这里的怪呢也基本都是小白、微道士、外加掠夺者，以我目前的实力对付他们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在海中找到一个海中神殿，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大地之心。那就废话不多说了，倒转之气走起吧，加300%对 BOSS 和玩家的伤害，加300%的击退。有了倒转之气，我肯定是要测试一下，所以咱们又过来打凋零了。那么看到这里呢，有些粉丝可能纳闷，为什么一直打凋零啊？其实呢，我也不想打，可是凋零的邪恶精髓呢，我们后期还会用到很多，所以没事的话，咱们就简单杀个雕，得到更多的邪恶精髓呢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在这里呢，我再简单声明一下啊，今天的视频录制呢，玩游戏的时候忘了开启录制，大约1个半小时的素材嘛都没有录上。其实这1个半小时呢，我也没干嘛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升级了一下我手中的法术书。现在我使用的是大法师的法术书了，而且呢还搞到了好几个技能，比如凋零和闪现，其他几个呢我还没有搞。搞完法术书呢，我就去寻找大地之心了。凋零的第1形态呢，咱们简单略过一下，因为我想主要看一下这个倒转之气到底有何威力。很快啊，凋零就被我打出了第2形态，先用幻灵剑试一下，然后再换倒转之气。
我的妈，兄弟们，看到这伤害了吗？4下就解决了凋零，你敢信？早知道有如此神器，我也就不会在上次打凋零的时候爆掉我的装备了。不过这还没有完，没有结束。神器如此之厉害，主世界的各大 BOSS 那肯定得挑战一下吧。首先呢，我就遇到了坐落于小山间的国王。国王的实力呢，毋庸置疑啊，敢叫国王的肯定都不简单。这个家伙呢，之前我也没有挑战过，对他的实力呢，我也不太了解。飞在天上简单测试了一下，打了他一下，感觉这个国王的实力好像一般般啊。再来一个回手掏，直接就干掉了1/3的血量。不得不说，这也太逊了吧！那咱也得别废话了，一鼓作气给他拿下，把国王直接干成残血之后，我还怕他不掉落物，收起了我的倒转之气，再次拿出咱们的龙骨剑。这些国王的小侍卫这也不行啊，根本就打不动我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太简单了呀，这还是 BOSS 吗？战胜了国王之后，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守卫叫王家守卫，我感觉他的实力都要比国王厉害啊。他之所以厉害，其实就取决于一点，就是他的回血速度。明明只有16.5颗星，但是这个疯狂回血绝对是嘎嘎猛。最后呢，我使出了花式乱劈大法，才勉强将其拿下。行吧，兄弟们，这主世界的各大 BOSS 呢也不太好找。下期视频呢，咱们看看再寻找一下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